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到了告诉长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不会英文，刚学了几句泰语的南城华先生。是这么回事啊，因为这个前几天发的那个视频之后呢，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发私信，但我一个都没回，在这儿实在抱歉啊，先跟您说声抱歉。因为后台的私信我回不过来，所以呢，您也不用给我发私信，您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就看评论区，我来从评论区给您回复。因为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回复了，那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了。就是因为有很多是重复的问题，我要一条一条回，真的挺费劲的，所以这点请您谅解啊。所以说今天呢，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聊聊 DTV 签证。又聊 DTV 签证，好像有点频了。这 DTV 签证这是第4次聊了哈，但是这次聊的是什么呢？聊的是申请，怎么申请 DTV 签证啊？当然现在申请的渠道有很多，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从电子签，这是一种渠道，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去第三国家申请，第三国家申请呢，您可以自己去啊，对吧？要了材料您自己去啊，然后您也可以找中介呀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人家中介或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或者说第一个帮您趟路的人，人家也是付出了一些风险和成本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人家收取您一些合理的费用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就是您接受您就找他，不接受您就自己办就完了，对吧？人家也没有说不分享给您。然后我这边呢，给您分享的是电子签，因为我们提交了电子签。我们收费多少呢？0元，不收费啊。但是希望您能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啊！如果有需要呢，可以转发给您的朋友，在这儿就谢谢您了。首先呢，电子签呢有几点必须要注意的前提哈。第一点，电子签的时候一定要在国内，我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护照啊，这只是指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以外的我也不明白，所以没法给您讲，所以说只能说给您讲我们自己签的这个东西。第一，在中国大陆，您人必须在中国大陆。比如我现在在泰国就申请不了，这是第一个前提啊。第二个前提呢，这样叫前提吗？因为这是临时录的，毫无剧本，毫无准备。第二个前提呢是您身上没有别的签证，比如说像我现在身上有这个学签啊，比如说您有其他类型的签证，您需要先在移民局取消签证之后再进行新签证，不可以直接签，这点您要注意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如果您是一个可签的状态，就是前提满足了，可能还有别的啊，评论区再补充吧，想不出来那么多。我主要是说想提供什么材料哈。第一呢，要提供您的护照，2寸照片近照。这个2寸照片近照呢，官网写的是6个月之内的，就是您别跟您差得太远就行。然后去照相的时候，您跟他说办那个签证，一般人也都知道怎么拍了。然后是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、移民局小程序下载的那个您出入境记录，它可以选择什么几个月、1年、几年、几年。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把能下载的全给它下载了就完了。您一共能有多少条啊？就如果您不是特多的话啊，因为有的人确实这1年可能就能1篇，所以呢，尽量下载时间长一点的也没什么关系，好吧？就把它全下载下来就完了。反正我是从头下载到现在的啊，之前连去香港的那些所有记录，反正全有，那比较全。第4条他要的东西呢是50万以上泰铢的资产证明，其实就是存款就行。之前网上说有朋友说用国期啊，然后也有用其他币种的，这个疑点好多人问是不是要存在泰国的银行啊？应该是不用的啊，我们提交的也是提交存在中国银行的。啊，不是中国银行啊，是中国大陆境内的银行的，反正存多少存够50万泰铢以上就行。但是按现在汇率，如果您存10万人民币的话，哈，可能就不在那50万泰铢以上了，能明白吗？因为汇率的原因，所以反正您就找一张卡，超过这个钱就行了，国期也行。但是我建议您做一个资产冻结，就是出一个资产证明那一类的东西，可能花个20块钱吧，然后就办了。这是第4个，就是上传官网第4个需要的材料。第5个其实也是我之前视频里说的有点模糊的概念，饱受争议的地方。这地方呢需要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这个视频也应该能给您说清楚啊。第一个，需要您有一份劳动合同。然后有朋友问了，劳动合同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啊？我跟您说啊，您传中文版目前应该就可以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传一个中英文版。但是您想想啊，您一般在中国大陆里签合同的时候，有几家公司会给您签中英文版？反正我这些年基本上除了啊有中英文版的，但是太少了啊，大多数还是中文版的，所以我建议您就传中文版的。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在职证明，这个您可以做成中英文版。您可以参考哪个证明呢？您可以在各大网站或者是一些程序里边搜美签在职证明模板，根据那个改一改
就行了啊。那上边写的就是那个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有很多朋友说什么，这是来了第3个要的东西了，是什么公司担保信？其实不用啊，因为您的在职证明上其实就类似于有公司的担保了。它要证明什么东西呢？证明您可以远程办公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证明您比如说去了泰国之后，我们公司给你保留职位，正常发薪水，以保证您的收入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这就相当于了在职证明和所谓的公司担保信是一个东西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好是有英文的。然后呢，再传一个身份证，因为之前有朋友说了要传身份证，我觉得也应该传吧，算是。还有朋友之前说传整本护照的签证页。如果您方便，反正我觉得就是一次传资料的时候就把这些也都加上。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还有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公司的营业执照，如果您能有营业执照也给它传上啊。这些东西您打包，就刚刚说的第5条这些您打包，然后再压缩完了，压缩到3兆以内，传到上传官网的那个第5条的那一项里边，然后您去等待审核就行了。然后如果他要让您再补什么东西再补，过程中呢不是特别复杂。当您最后提交的时候，就会直接让您交2300人民币。可能国内提交这个线上提交的下批速度会慢一些啊，因为现在目前就网上都知道，可能就有几个上海的朋友、山东的朋友啊，还有哪儿的朋友呢？我记不住了，下签了。北京呢应该还都没有啊，北京应该都没有。它审核时间比较长，因为北京覆盖的区域比较多，管很多区域，所以说就是它之前您看有马上要开学的学签。然后还有现在咱们签的这个 DTV 签证，所以呢，它的下签速度会稍微慢一点，但是您别着急，我觉得既然他给您放这个签证了，就一定能让您正常申请，不会说无缘无故卡您的。但是有一点前提哈，就是这个资料一定是真的。比如说您没有公司，您是数字游民，那我觉得您就先不要传公司的合同，因为您明明就没有，您做一个假的。对吧？这个资料一定要保真哈。这方面呢，我又咨询了北京大使馆，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？你看，我有频道是吧？我这个频道我发了多少个视频，是吧？我这上边能产生什么样的收益，对吧？这就是我的作品集，我就只需要把这个一些截图啊，还有一个链接呀，就相关的这一些介绍，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介绍，我到底是做什么的，写清楚，把这些资料补充上去。但是这么做行不行？我现在不确定啊，我不确定。只是那种像您是有工作的，传那些合同就更稳妥一些了。所以说我这方面呢，可能就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难。实在不行，我也不建议您去做假。我建议您干嘛呢？因为您可以学泰拳、学音乐、学美食，找地儿报名这种都可以办 DTV。因为您别忘了里边是3项哈，里边是3项，一个是就是数字游民远程办公，然后一个是就是随行家属，还有一个就是学习美食、泰餐制作呀、泰拳呀，还有音乐呀。所以如果您实在不行，您学点东西不也行吗？因为有可能您办了这签证过来，您还得学，是不是？您就换着学呗，1年学1样，您学5年，这不也够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东西为这个东西做假，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。给大家今天分享这个就是正常有工作有远程工作的这个上传的流程，需要什么东西的材料，我也给大家相信说清楚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其实也是等着下签，也依然没下呢，就是提上去了，北京区的啊，北京区的。所以大家就是慢慢等吧，就是如果您着急，您就现在提；不着急，您就慢慢等就行了。这东西没有什么说非得特别着急的，因为这政策刚下来，他也不可能说刚下来明天就改，朝令夕改，对吧？他就算改，他也得有一个过程和时间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。以上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啊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您说了算，好吧？那行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再见。